大家好，我是美食多。家里的很多物品都要用到电池，像遥控器、玩具等。一旦电池没电，有些朋友会直接把电池扔掉。其实这样做挺浪费的。今天教大家一个实用小技巧，即便电池没电了，先别着急扔，只需短短几秒，就能让电池恢复电力，实现二次利用。方法简单又实用，快来看看吧。电池有多种大小型号，每种电池在使用到没电时，内部仍然会存留一些电量。例如当遥控器里的电池没电了，我们可以将电池稍微挪动一下，再装回遥控器继续使用，这样能充分利用电池里剩余的电量。因为电池遥控器耗电量较小，所以之前使用过的电池放在里面还能再次发挥作用。要是电池没电了，我们可以把它取出来，找一把钳子或者筷子，将电池夹在中间按压一会儿。经过这样的按压，没电的电池会再次恢复一些电力。虽然按压后电池剩余电量不多，但仍然能继续使用一段时间。像燃气灶打火用的电池、玩具车的电池，经过按压后都能继续使用一阵子。特别是在使用燃气灶时，电池没电，而我们又着急做饭，一时没时间去买新电池，就可以这样按压一下电池，把里面分散的电量聚集起来。这种方法既可以应急，又能实现电池的再次利用，既方便又不会造成资源浪费，也不会破坏电池结构，只需短短几秒，电池就能恢复电力，是一个非常实用的小妙招。有些朋友在处理电池时，习惯用牙齿去咬，这种做法并不可取，不建议大家这么做，因为电池中含有的一些元素不仅会损伤牙面，还可能对口腔黏膜造成伤害。长期接触电池内的有害物质，甚至会导致中毒。了解了前面提到的让电池再次恢复电力的方法后，大家以后就可以合理的运用起来。旧电池的妙用2，随着科技发展，智能手机已广泛融入人们的生活，其强大的实用性让老年人也爱上使用。比如家中老人使用智能手机时，常常会借助触屏笔操作。然而一支品质较好的触屏笔需要一定的花费，其实我们不必为此破费，废旧电池就能很好的代替触屏笔。电容屏是利用人体的电流感应工作的，需要导电材料触发，电池负极具备导电性能，所以可以像专业触控笔采用的导电橡胶、导电海绵那样，代替手指来操作电容屏。用废旧电池代替触屏笔，无论是打字还是进行其他操作，都十分实用，操作起来和用手指一样灵活。特别是在冬天，当我们戴着厚重的手套时，使用这种方法就更加方便了，不用一会儿戴手套一会儿脱手套。出门时只需将电池放在衣服口袋里，方便拿取即可。大家不妨试一下这个既经济又实用的小妙招。妙用3，在干燥多风的季节，日常生活中的静电现象十分常见。比如晚上脱衣服睡觉时，黑暗中常能听到噼啪声响，还伴随着亮光。见面握手时，手指刚触碰对方，就会突然感到指尖如针刺般刺痛。很多人，尤其是小孩子，都有过被静电吓到的经历。我们就可以拿出一节废旧电池，让电池的正极在衣服上摩擦几下。这是因为衣服上的负电荷会与电池正极的正电荷混合，从而形成放电现象，进而消除衣服上的静电。
大家不妨出门时在包里随时备上一节干电池。要是卯山或裙子产生了静电，用电池正极在上面插几下，就能轻松去掉静电。这样一来，即便天气再干燥，也不用担心被静电电到了。妙用4，家中的剪刀使用久了，刀刃会逐渐变钝，使用起来十分费力，剪布料、食材，甚至剪纸巾，都变得困难重重。若自己不会磨剪刀，花钱找师傅磨又不划算，直接扔掉吧。剪刀外观完好，着实可惜。其实有个简单实用的方法能让剪刀恢复锋利。准备几个废旧电池，用剪刀多剪几下电池，接着把电池卡在剪刀中间，一边转动电池，一边用力压剪刀，同时左右移动电池位置，避免只在一处打磨。如此打磨3-5分钟，剪刀就会重新变得锋利。打磨完成后，可以用剪刀剪一下纸巾，检验打磨效果。打磨后的剪刀剪东西轻松又快速，不再像之前那样钝得难以操作。如果家里的剪刀变钝了，不妨试试这个方法，简单又实用。看完前面介绍的废旧电池的几种用途，大家应该对其再利用方法有了清晰的了解。这些方法操作起来并不复杂。当电池完全没电，失去利用价值后，大家千万不能随意丢弃。废旧电池中含有铅、汞等多种有害物质，若随意丢弃，这些物质会进入土壤和水源，破坏土壤结构。所以我们要做好垃圾分类，将废旧电池投放到有害垃圾桶里。因为一旦生活环境中的土壤受到污染，水体也会受到波及，最终通过食物链，我们人类自身也可能成为受害者。因此平时废旧的电池一定要遵循垃圾分类规则，科学处理。好了，以上就是今天给大家分享的内容。视频看到这里了，麻烦各位哥哥姐姐动动小手给我点个赞吧。点击我的头像，可以看到更多的精彩内容。我们下个视频见啦！